一个预兆，欧盟正配合美国孤立中国，紧急时刻中国选一还是选二？总之，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近来在欧洲一次会议期间呢，向各国外长散发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表示，如果说中国不推动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境内的话，那么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将受到严重影响。换句话来说现如今在欧盟的眼里，中国只有推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才是维护中国同欧盟关系的唯一办法。自俄乌冲突爆发，中国的立场始终都是希望两国能够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停止战争。基于此，我国也一直在努力调节，敦促两国进行和谈但如果把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与中欧关系挂钩在我们看来，这就变成了一种威胁。就像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所说的那样，中欧关系是多层面的，不应该让乌克兰危机主导这一关系，因为这根本就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一方面考虑到欧盟是因为受到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当前国内面临经济等多个危机，博雷利所言兴许是想要通过这种方面催中国加快进程，让俄乌进行和谈。但另一方面呢，博雷利所言也不排除是在故意借此找中国的茬儿。这儿就需要提一句了，别忘了欧盟与美国之间那是亲密的关系，哪怕美国曾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欧盟，甚至对欧盟捅刀，可再怎么说，美国还是全球第一大国，话语权呢也是存在的，所以难保欧盟再次头脑不清醒，向美国靠近。而随着中国近些年来在多个领域迅速发展，美国本就对我国存在极大的敌意，拜登政府上台后，更是倾向于联合盟友伙伴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而此番或许欧盟就是受了美国的蛊惑怂恿，才又把枪口对准中国。而基于对准中国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得提到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儿，大概是在5月中旬左右，欧盟邀请了6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欧盟印太部长级会议。而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据悉不仅讨论了安全问题，还涉及了许多合作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按理说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拥有非常大的优势，可出乎意料的是，欧盟这次没有邀请中国参会，这本就很奇怪。结果博雷利随后强调欧盟不会站在新兴国家的对立面，然后他又很矛盾，声称希望欧盟国家能够采取行动来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既然要遏制，那必要站在对立面，而至此不少人猜测，博雷利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明里暗里的都是对准中国，在暗示欧盟对中国的立场很有可能会发生改变。其实美国也是一个矛盾体，向来都是嘴上说着要与中国缓和关系，加强合作，动作上呢又是连连针对攻击。然而不管站在新兴国家的对立面，还是不站在对立面，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真相，那就是欧盟邀请65个国家参会，唯独不叫中国，就是在孤立。而孤立的背后就是针对，从这个角度来看，孤立就是有预告的。而这次博雷利威胁我国背后的意图，或许也就是找事情孤立，只是他们找了一个借口。如果能借此推动俄乌和谈，甚至更好；如果不能，也能够因此光明正大的与中国为敌。面对这种局面，我国只剩下2条路，一条是顺势被欧盟牵着走，但如果被欧盟牵着走了，就相当于被美国拿捏，向美国投降；而另一条是跟欧盟跟美国硬碰硬，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后退一步。总之没有第三条。当然真要选想也知道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和不安分势力对抗到底。中国虽说好说话，但要是真强硬起来，跟俄罗斯也是不相上下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